嘿，大家伙早喽！8月10号星期六，周末了。小伙伴问为什么最近偶尔会戴墨镜，因为新买了个墨镜，试试看呗。是会影响擦汗，但是平常训练，有时候这边早上起来太阳太晃眼了，一场跑步下来回去，觉得就跟我说跑完马拉松腮帮子疼似的，眼睛周围的肌肉较劲。今天第4个训练日，咱们回评论。然后今天下午咱们直播间见，看看奥运会的马拉松。昨天还给会长加油来着，他应该从现在开始看不见咱们的节目了，到他比赛完，所以我才说加油。其实我没说加油，我说开心冲过终点。那这时候说加油有点增加压力，是不是？行，咱一会儿回评论啊。有新关注的小伙伴给大家看看，好久没来这儿了。看这个面前的大上坡，这就是大阪马拉松32公里刚过之后唯一一个持续的特别陡的大上坡。这坡真的特别陡，这坡我跟家属骑折叠自行车都骑不上来，你看这骑车都不蹬，特别快。去年不对，今年初大阪马拉松之前总来练，因为像我这种平原地区的人，上坡本来就特别弱。那这个到第4天，我现在晨跑都跑不动，而且它这个地点特别的虐，32.3公里，就是正好是那个，就我这个水平左右的选手开始觉得艰难的时候，就是要维持速度的时候。倒不是说这种坡爬上来会怎么样，也不至于抽筋儿什么的，但是速度感会丧失，就跟你停下来再起跑似的。所以当时跑这个坡的策略就是多累也不掉速。事后证明策略是成功的，大概掉到了4分05以内，就没有慢过4分05。比赛的目标配速是3分45，当时。你看到这儿，过了前面这路口，这坡就结束了。哎，到这儿就平了。像这个坡就是还那个刚起跑时候那大下坡的债，又要回到大阪城的范围了。就这样，那咱们抓紧回评论。为什么今天开机早？是因为又有观众要来偶遇，还是6点10分，所以我先拍摄完。刚才就说到中间或者停，有小伙伴就问说，如果训练过程中停了再接着跑，是不是算是没完成训练或者没完成跑量？那得看您停多久。您要坐下来吃顿饭肯定是不太行，你要遇个红绿灯或者认识人说2句话，影响不大，倒不至于说算完不成，最多可能就是会损失一点点效果，但是不重要那一点，不用太紧张。83公斤，刚开始跑步3个月，心率特别高。还有小伙伴也说心率特别高，怎么办？并且也问说要不要听网上的说跑1休1。心率高这个事儿没办法，心率高这事儿就是你跑得多了，自然心率就低了。这是以年为单位去看效果的。
3个月什么都不吃。很多人基本上就失败在了开始的路上。马拉松这个开始差不多，可能您跑到第3年，算是开始了，加油吧。至于跑1休1这事儿，83公斤，我觉得可以考虑，因为体重太大了。就说白了，像关节的强度什么的，就这么说，这人胖瘦看 BMI 是跟身高有关系，对吧？比方说你2米高的人，你不能要求人家50公斤。想看这匀称或者结实，这体重是跟着身高正相关的，正上升的。但是呢，你人的这关节承载的能力，其实和身高的关系没那么大。所以好多你看，篮球运动员那种特高的，那退役或者岁数大以后，最先出问题的就是下肢的关节。就是你想那么高，体重想低就肯定不可能。再加上篮球这种对抗项目，想体重低也不好，那关节承受的压力就大。但是呢，关节的强度不会因为你身高高就变得更强或者强那么多，可能它肯定是比我这种小身板强一点，但是有限，就不成比例。所以呢，不管您是因为胖还是因为高，先把体重往下弄，再多训练，我是支持的。至于普通小伙伴，就是您身材没有太大问题，就是因为刚开始跑觉得心肺跟不上，那我觉得跑1休1这个事儿我不支持。我觉得初跑者怎么着也要跑2休1，因为马拉松是个连贯的事儿。就是所谓连贯的训练，就是你训练的时间要比休息的时间长，就要比休息的时间连贯，不是说时间长，就是你至少是2休1。然后小伙伴说3休2行不行？我觉得不行。我的观点是，除了赛后马拉松的训练，不要连续休2天，包括2天或以上，除非生病了。那生病了就听医生的就好了。然后下边这一些问题是关于鞋的。首先是 ASICS 的 Metaspeed Edge， 问我穿了这么长时间感觉怎么样？那双鞋已经穿了几百公里了，但是我没有在大赛上穿过呢，因为还没有大赛，100公里没穿它，因为我觉得那双鞋不适合100公里。那双鞋的感觉就这么说吧，但凡您不是我这种不品的人，我觉得都可以去买 Sky。那双鞋您穿会觉得太轻薄了，我穿上有那种踏踏踏踏的感觉。或者怎么说呢？您如果是那种特瘦小的身材，就可以考虑那双鞋，我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你看像我们跑团这些人，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吧，大家都能看过他们跑步。我觉得平田先生跟我差不多，我觉得适合那双鞋。其他的小伙伴步幅和力量都比我强，在那个范围内都应该穿 Sky。小伙伴问我那双拖鞋，那双黄绿色的，说在哪儿买？电商也有，但是看着怕是假的。我那个是台湾的小伙伴来大阪偶遇的时候送我的，那应该肯定是真的，因为他是在发祥地买的。我今年能去台北马拉松，准备再囤2双。但是我估计我不一定能搞成代购这种事儿，你要太难了，对我来说，我还是太菜了。接着是跑鞋的问题，有小伙伴说了一个观点，说因为我跑步的时间早，有前几年都没有碳板鞋存在，所以导致我的脚踝力量还不错，所以我支持上来就穿碳板鞋。说现在开始跑步的小伙伴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还是建议先穿缓震鞋。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个人认为，因为虽然我没有尝试过，因为我没有机会再尝试了，但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实质明显的区别。不过，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可以试试这个建议。我第一次穿碳板鞋的时候，是会觉得说，哇，这个鞋怎么是这样的？因为从来没有穿过这种鞋，就走路都觉得不稳。虽然我不穿碳板鞋走路，但是总会试一下。但是现在我穿碳板鞋走路就很稳。我觉得不一定是力量提升了，而是习惯了那个感觉。就像从薄底鞋到厚底鞋，从那最早的布底的鞋，人们后来出现了橡胶，对吧？那都是这么一个过程。不过我是支持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用缓震鞋的，因为大多数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都不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擅长跑步或者很精英想来挑战一下马拉松的，绝大多数应该都是觉得自己要么是胖了，要不然是不健康了，要不然就是不开心了。那这类人基本上都像我当年跑步一样，没有训练基础。就这么说吧，我的观点是，你选择缓震鞋至少不会错，这就是我的观点，就比较保守。碳板鞋呢，可能也不会错，就也不会造成伤害，只不过路还长，您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但是呢，我不太支持那种就是踩下去以后真的能感觉到脚底下是软的那种缓震鞋。我还是觉得像我最早穿卡亚诺系列 SX， 或者像 Nike 的飞马这种，或者像特步那个2000公里，或者是没有 Pro 的160X， 或者是那叫什么260，对吗？这些就是它还是鞋底不能太软。像那天 Hoka 那双，我觉得它的定位太保守了，那可能得7分到8分配速穿，或者甚至是快走穿了。那双鞋踩上去以后，明显的感觉就像踩在一块海绵、硬海绵上似的。那种的话，你稍微有一点力量，就蹬不起来了。大体重人群，尤其是你选缓震鞋的时候，一个选那种底儿别太软的，因为体重本身就大，你这一步跟跑步跟走路可不一样，跑步还是挺那什么的。下一个啊，从来没见我穿过阿迪的鞋，是有什么缺陷吗？不是啊，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不太愿意折腾的人。我原来都穿阿迪的鞋，在碳板鞋之前，那时候穿波士顿，穿那阿迪 Zero， 我分享过很多次了。但是因为一开始出了它碳板鞋以后，就转战4%，那时候阿迪没有对标的鞋，再后来就不穿了，就等于说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句话。然后现在呢也想过，但是呢一看有点贵，我觉得尝试的成本有点高，真心话。你别看1000多块钱，我还真是觉得不便宜。等他明年或者今年什么时候有机会出下一代，我考虑一下好吗？没有说谁好谁不好的。我在那个新斋桥的阿迪还试过 Pro 3，但是一看差不多合人民币1200，我忘了啊，可能说的不对，我就没下手。看是不是有阿迪的小伙伴能听到，哈哈，不知道。紧接着也是差不多类型的，就问我什么时候还去跑波士顿。其实说心里话，每年都想去，但是真的是力所不能及，成本有点高，真的有点高。然后每年拿出几万块去，我觉得我承受不了，
就像这次奥运会的马拉松，其实我知道有很多报名的机会在之前，为什么没去呢？就是觉得，首先住宿的成本我就搞不定。就不瞒大家说，现在的全球的经济问题，就对我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平台也不太行。其实有时候我挺不好意思的，比方说跟品牌说能不能给我个蓝链呀，他给了我了，有的蓝链我拿到好久，我也没有往我的频道里放，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我特别想把内容做得特别好，但是有时候坐那儿一想，其实想去波士顿嘛，想去纽约嘛，也想去。以前是没名额，现在是我的成绩除了伦敦还有东京，剩下的想去哪儿都可以去。但是现在这个物价的上涨，还有就是人们可能对未来的焦虑吧。因为就像你说你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日本，你可能不会太对未来焦虑，你这都是希望，对不对？但是你换到另外一个环境下，泡沫破裂以后，就算没有被影响的人，还手里握着好多现金的人，可能也会焦虑。就像人对比赛焦虑一样，就是你准备的再充分再努力，该焦虑还是焦虑，只不过程度不一样罢了。所以我加油吧，把工作做好，把频道做好，争取咱们就这么说吧，争取把这6场或者未来的7场8场都刷进3小时以内。这个目标我还是有的，但是现在差的挺多的，只有2场在3小时以内。加油加油！然后就是田径场，看我不怎么跑田径场，说田径场跑步训练和公路有什么不一样的体会。不跑田径场是因为没有条件，在北京的时候也不是太有条件，2019年之前也挺麻烦的去趟田径场，这边干脆就没有。我觉得田径场训练，可能你要是只有田径场的话，别总绕着一个方向跑吧，其他的没什么。可以穿厚底鞋，像田联规定那个正规的田径场比赛鞋底要薄，并不是因为穿厚底鞋跑不好，是因为厚底碳板鞋在田径场上更厉害，所以想穿什么穿什么。田径场的好处就是好放东西，好补给，然后位置也固定，也安全。但是我觉得如果您是以公路马拉松为目标，是必须要跑公路的。我记得好多年前看过吉普乔格的访谈，就是他们在赛前1个月会频繁的多跑公路，因为在他们那儿大多数是土路，或者是你看他们有时候也去田径场训练，每周对吧，就会特意去找公路跑、柏油路跑，脚感还是不一样的，可能会对踝关节然后胫骨的内侧会有比较大的冲击，至于膝盖就无所谓，真的。好，还有最后一个关于富士山的。首先说3000多米的海拔不能按5个香山那么算，我知道的，因为3000米用不了3000米，普通平原地区的人2300米、400米以后就有感觉了。你最后那几百米爬升是高原爬升，你真的是挺拼的。所以做好准备。好多小伙伴有特别好的建议我先去自己玩一次，每年7月8月开放登顶，没问题。然后另外就是小伙伴说资格赛在前，正式赛在后，说有机会1年内完成，这个我去研究一下。对，说到这儿我就想说，就是您看您告诉我一消息，我特别感谢，然后我就去研究一下。我看官网或者去搜索就很容易，但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比较尴尬的时候，就我在微信、在朋友圈
给我发说明年去这个，然后紧接着就有小伙伴说我也想去，怎么报名啊？那您说我怎么回？我回的是，我说您去看官网吧。我要是回您呢，我也得去看官网，然后复制粘贴再翻译完了给您看，可能我就漏消息了。就所有报名信息，大家看官方的，官方那肯定会说得很清楚的，对吧？最多就是您可以看看别人的那种，如果是先到先得的比赛，有没有什么报名攻略？因为很多报名是在开放报名之前，您看不到要填什么，或者那表格长什么样。您要是有那些攻略呢，您可以提前做准备，把数据都准备好，到时候复制粘贴。据说去年就是我说的那个资格赛那个 cos， 不到10分钟就抢没了名额，所以加油吧。当然有小伙伴问我说是不是要开始越野，那绝对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竞速感，那就是为了完成那个小目标而已，否则我也觉得就那么回事儿，真的，就是因为它是富士山，然后有这么一个成就而已。有小伙伴也说Sub 3要比那2个还难，要比富士山登顶难。那得看怎么说，就这么说啊。咱们先不说富士山登顶，如果您的100公里能在10小时以内，Sub 3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可能会卡在3小时10分左右，所以我才说嘛，我喜欢竞速感，我特别不想自己这么快就老了，就失去速度能力了，所以我速度训练都是很拼的。我特别想，就有朝一日，比方说我能3分30的配速巡航去跑比赛。前几年沉迷半马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它能让我找到那种我还行的感觉。去年开始，我今年初开始不沉迷了，因为今年和去年底那2场半马太艰难了，因为我要付出更多的就赛场上的忍耐力和毅力，所以没有说具体到哪个难，这3件事都不简单。Sub 3考验的是速度，100公里考验的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考验的是精神，然后富士山考验的是，也不能完全说是意志，因为有缺氧的问题，不知道还没试过。但是100公里考验精神，我是深切的感受到的，因为我确实精神力量不够强大，否则我觉得我应该在8小时30，真心的。所以我打算再来一次，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这3个成就，如果是在同一年内完成的会更厉害，那就年初的大阪马拉松，或者东京，或者是哪儿，跑一个2小时50，然后调整状态，可能在3、4月份，我当时那天还拍到了，就大阪有一个100公里。然后就是7月份富士山，是这么计划的。加油吧！准备的评论都回完了，下午咱们直播间啊，下午咱们直播间见，好吗？在桂林基地跟准时的小伙伴们，6点10分，这位黑衣服的先生是无意中偶遇的，另外这位先生是之前约过的，我们聊聊天，总想给大家看我们频道的观众们，大家。都在努力训练啊！阿迪达斯的鞋，刚才说阿迪达斯的鞋，这是哪双？哪个鞋？新出的，就周润发穿的那双。周润发穿的那双。在北京穿的那双。哦，好吧，我不太懂。上个月刚买，他在北京被人拍到。OK， 小伙伴们看这位浅色衣服的先生，去年11月开始跑步，当时85公斤，对，现在是今年的8月，对，刚刚不到10个月过去。我在去年2月的时候就已经65公斤了。去年2月就65公斤了，4个月减掉20公斤。对，那会控制饮食吗？当然会。对，所以一定得控制吃。我有发现，就是那个不管你运动量多大，但是你一定要控制饮食。对，不管怎么样，它都会集中往上走。对，这个我是拿自己当实验在那边做。特别对，了不起啊！哎。
8月10号星期六清晨7点16训练结束，最后一个训练日。今天下午咱们直播间一起看看马拉松，看看会长在巴黎跑得怎么样。然后感谢这位小伙伴，台湾的高雄的凤梨酥，我第一次吃台湾产的凤梨酥，说应该是比较有名的。我还跟他说，要是有机会这次台北马拉松能成行，到时候台北见。因为小伙伴也去跑台北的马拉松，他说台北马拉松也有慈善名额，今年因为今年台北马拉松报的人也特多，说是9999新台币。我说那还行，2000块钱人民币的样子，然后有纪念品什么的。然后他去参加台北马拉松，我们争取能在台北再相见吧。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有时候世界很大，世界又很小，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缘分遇见什么样的人，感恩感谢。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午奥运马拉松，咱们直播间见。